今天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炒制这种根根入味儿，可以说是满口留香，不分中西南北，所有的人都非常爱吃的素的蛋炒面。这种蛋炒面它有一种非常传统的蒸面的过程和方法，而且面条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了，下边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选择这种长寿面，就是非常细的这种面条。如果呢您能在超市买到这种新鲜制作的刚刚制作好的超细面条，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不能呢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在亚洲的这种超市买到的这样的名字的，叫有白发这样名字的长寿面，非常的细，这种最细的面条就可以，我会用它来专门制作我们所说的蒸面的炒面。这种蒸面的炒面是最传统的炒面蒸面呢也是这道炒面的灵魂之所在。好了，我们首先来看看如何蒸面。我们首先准备笼屉，笼屉里不要放屉布，然后准备很少的拿小碗倒一点油就可以。我们把蒸笼放在一个碟子上，这样避免刷好的油呢漏出这个您的蒸笼。然后我们用一个刷子把一些油，菜油就可以把一些油刷均匀的刷在这个蒸笼里，这个笼屉里。这样呢您一会儿蒸面的时候面条就不会粘连，而且非常有麦香，您可以试试看。刷完油之后，我们用手来把这些超细的面条一卷一卷的分散开，一定要完全的分散开，这样的话它蒸的时候就不至于粘连在一起分散开，然后散放在蒸笼上，这个笼屉上。通常的这种袋装的细面一卷呢就是一个人的用量，通常是这样所以呢您家里有多少个人您就用多少卷或更多。这是非常传统的炒制方法，它和水煮面条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更有麦香味的这种蒸制的方法。好了，我们一定要开水做锅，水开之后我们再把笼屉放到蒸锅上，然后大火盖盖，大火大约蒸8分钟。在蒸面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菜了。因为是素炒面，所以我们就需要白菜和鸡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白菜呢我们去除它的菜叶部分只留它的菜梗切细丝。然后呢我们把新鲜的白菜叶保持它的新鲜，所以我们放到这个保鲜袋里边，放入冰箱呢储藏，这样您就可以便于下次您在做汤的时候，通常我们在做汤的时候使用它。我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会向大家介绍如何就是每一个白菜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如何使用的，我们应该怎么去这个做白菜好了，正好8分钟的时间呢到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关火。您迅速就要用筷子或者夹子都可以快速的把它调散，这样呢它就不会粘连，让每一根面条都均匀的受热，它不粘连，而且会更有麦香。这样充分的抖散半分钟左右，使得这些刚刚蒸锅内的热气让它散除，这样呢它不至于粘连，而且您已经能充分的闻到麦香了。这才是可以说经典炒面的这种蒸面的制作方法。好了，下边我们就开始点火做锅倒油，准备炒面了。好，我们先来打2个鸡蛋，炒鸡蛋。鸡蛋打入碗中之后呢，我们充分的搅拌。您搅拌的越充分呢，那么您炒制出来的鸡蛋，它的蛋清和蛋白就可以说混合的非常的均匀。
好了，当油热之后，我们再倒入鸡蛋。倒入鸡蛋之后，立刻快速打散它，这样的鸡蛋就能变得可以说是丝状的，丝丝入味。然后我们就快速的加入白菜丝，加入白菜丝之后，煸炒半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些葱丝，加入葱丝煸炒几下，我们就加入面条。这个加面条是比较有学问的，也就是说，我们面条不是一次性的全部都加进去，而是要放到锅中之后，用手把面条分散，完全的分散开。您看一下我的动作啊，完全的分散开。始终要保持呢面条不能粘连，然后我们用筷子一边挑起来分散开，一边煸炒。如果您不用筷子的话，您也可以用夹子，都可以。然后我们转成中火，如果大火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容易糊锅。这样大约煸炒1分钟左右，我们加入点一点水就可以啊，点水不要点多。点水以后，请您迅速的翻炒，用筷子这样挑起来，再落下去，这样足足的再翻炒1分钟之后，我们再次点水。再次点水以后呢，还请您迅速的翻炒它，以防止粘连。这种方法来炒面呢，面条它不粘连，而且特别容易入味儿，所以说真的可以说是根根入味儿。然后我们再煸炒，再这样翻炒1分钟，再次点水，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点3次水。甚至于更多，看您的喜好。您特别喜欢吃干一些的这种炒面、蒸面、炒面，就可以点2次就可以了。每次加水之后，您都要迅速的炒干这个水分，锅中永远不要积水。最后我们转成最小火。然后我们加盐，再加白胡椒粉，搅拌均匀，关火出锅。大家看这个面条啊，可以说是根根入味，越嚼越香。您在吃的时候呢，请您可以淋上一圈麻油啊，就是香油，味道那就是更上一筹啊。好了，今天我们来讲解的这个素的蛋炒面就讲解到这儿，这是非常传统的，希望您能喜欢。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